清晨，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洒满整个庭院。苏青衣坐在廊下，一双小脚轻轻晃动，手中拿着一本书，她正聚精会神地看着。小姐，早饭已经准备好了。侍女小何端着托盘走过来，声音轻柔。苏青衣抬头，小脸带着微微的笑意，摆摆手，我还不饿，你先放着吧。小何放下托盘，转身站到一旁。这时，院外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，似乎是有人匆匆奔来，随即是一声低沉而威严的声音：一儿，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？苏青衣回头，看到父亲苏景然站在门口，眉头微皱，但脸上却带着一丝宠溺。父亲，女儿只是觉得这里安静，读书比较舒服。她甜甜地笑着起身跑到父亲面前，伸手挽住他的手臂。苏景然摇头，无奈地笑了笑。今天我要去城外巡视产业，你要不要跟着一起去？苏青衣眼睛一亮，我可以去吗？当然，不过到了外面可不能乱跑。他用力点点头，随即开心地回房准备。马车缓缓行驶在青石小路上，路边的树影随着风轻轻摇曳。父女两人坐在车厢里，苏青衣好奇地看着窗外。父亲，外面的世界真热闹，等我长大了，是不是也可以四处游历？苏景然看着他，目光柔和。你想去看看？等你长大了，父亲一定带你去。苏青衣笑得像朵花一样。突然，车子停了下来，马夫急匆匆地跑到车边。老爷，前面有2个孩子跪在路边，看样子似乎是乞丐。苏景然皱眉，走，过去看看。马车绕过一处转角，果然看到2个孩子跪在地上。男孩约莫12、13岁，女孩稍小些，两人衣衫褴褛，脸上满是污垢。但男孩抬起头的一瞬，那双清澈的眼睛让苏青衣微微一怔。父亲，他们好可怜，能不能带他们回去？苏景然打量了男孩一眼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跪在这里？男孩低下头，声音沙哑却清晰。我叫顾寒川，这是我妹妹顾寒溪，我们的父母已经去世，如今无处可去，只能求好心人收留。苏青衣轻轻拉了拉父亲的衣袖，父亲，带他们回去吧，看他们多可怜。苏景然沉思片刻，最后点点头，马夫，让他们上车吧。回到苏府，顾寒川和顾寒溪被安置在偏院，苏青衣每天都会去看他们。寒川哥哥，你为食磨不多吃一点？你这么瘦，身体怎么撑得住？苏青衣将手中的糕点递过去，顾寒川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接了过来。谢谢你。苏青衣笑着坐下，没事，你叫我青衣就好。寒川哥哥，你以前都住在哪里？顾寒川沉默片刻，低声说，我们原本住在城南的小村子，可是去年发大水，村子被毁了，父母也在那场灾难中去世。说到这里，他的声音有些哽咽。苏青衣轻轻拍了拍他的手，不要难过，以后你和妹妹就住在这里，我们是一家人了。顾寒川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感激，却又迅速隐藏起来。几个月后，顾寒川开始跟随苏景然学习打理产业。苏青衣常常看到他在书房里伏案忙碌。有一次，他悄悄地站在门口，看着他专注的模样，不由得轻声说，寒川哥哥，你真的很厉害。顾寒川抬起头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青衣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苏青衣走进去，好奇地看着桌上的账册，这些你都看得懂吗？顾寒川点点头，父亲教得很好，我只是按着学。苏青衣眼中满是钦佩。寒川哥哥，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很了不起。
顾寒川的笑容微微扩大，但眸中闪过的某种情绪，却没有人察觉。清晨，苏府内庭院的花树下，苏青衣抱着一叠书走向偏院，小贺紧随其后。小姐，这么早去找寒川少爷，今天不是还要练琴吗？苏青衣头也不回地笑着说。寒川哥哥最近在学习父亲教的那些账册，我怕他太累，就拿些书给他解闷。小何低声嘀咕。小姐对寒川少爷可真上心。苏青衣转过头，笑得像朵盛开的花。寒川哥哥是我的恩人，要不是他帮我捡到那次落水的玉佩，我早就挨父亲骂了。小何无奈地低声应着。是，小姐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偏院内，顾寒川正坐在石桌旁专注地翻看账册，他的妹妹顾寒溪在一旁帮他磨墨，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的肩上，让他的侧脸显得格外俊秀。寒川哥哥，你今天又看这些东西，也不休息一下？苏青衣走进院子，将书轻轻放在桌上。顾寒川抬头看他，微微一笑。青衣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些书是给我的吗？苏青衣点点头。寒川哥哥每天忙这些枯燥的账册，也该看看诗书放松一下。顾寒川伸手接过书，低声说：谢谢你，青衣，你对我和妹妹一直这么好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。苏青衣轻轻一笑，我们是家人，说什么报答？你要是真想谢我，以后就多陪我读书写字。寒川哥哥的字比我漂亮多了。顾寒溪站在一旁，低声说：姐姐对我们兄妹这么照顾，我们一定会记在心里。几日后，苏父苏景然安排顾寒川随自己出门处理产业事务。苏青衣站在府门前，不舍地看着他。寒川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顾寒川轻声回答：大约10日便能回府，你不要担心。苏青衣拉着他的手：寒川哥哥，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，不要累着，也不要逞强。顾寒川低下头，那双清亮的眼睛闪过一抹柔和。我会记得你的话。外人逐渐注意到，顾寒川在苏府内的地位与日俱增，甚至在一些场合中，苏景然会让他代表自己处理事务，而顾寒溪则成了苏父身边最得力的丫鬟，经常陪伴左右。苏府内的一些仆人私下议论，听说顾家那两兄妹是老爷在外捡回来的，可看现在这情形，简直比大小姐还得宠。这话若是传到大小姐耳朵里，她该怎么想？苏青衣对这些议论毫不知情，她只觉得自己与顾寒川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。渐渐的，她的世界里似乎只剩下这位寒川哥哥。夜晚，月光洒在庭院中，苏青衣与顾寒川坐在廊下。寒川哥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以后想做什么样的人？顾寒川沉默了一会，低声说：我只希望寒溪和我能有个安稳的家，不再流离失所。苏青衣轻声说：只要你们愿意，苏府就是你们的家，我会永远守着你们。顾寒川微微一怔，抬头看向他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。青衣，谢谢你，你真的对我太好了。苏青衣笑得明媚，因为你是我的寒川哥哥呀。苏府正厅，顾寒川站在桌旁，低头翻看一份厚厚的账册，他一丝不苟地记录着什么。苏景然坐在一旁，满意的点头。寒川，这几个月的经营，有你的帮助，府中的产业收益增长了不少。苏青衣坐在另一侧，微微一笑。父亲，寒川哥哥确实很有才华，不仅勤奋，还能举一反三。苏景然笑着说：依儿，你得多向寒川学学，你可是苏家的嫡女，日后这些事还是要你来掌管。苏青衣轻轻点头，
但目光却落在顾寒川身上。父亲放心，寒川哥哥会教我的，是不是？寒川哥哥。顾寒川抬起头，眼中带着温和的笑意。青衣，你若想学，我一定倾囊相授。苏景然拍了拍桌子，很好，有你们两个在，我也可以稍微放下心来了。夜晚，顾寒溪站在偏院的树下，手中拿着一盏灯笼，目光深沉地望着厅堂方向。寒川哥哥，你越来越受苏老爷的器重了。顾寒川从厅中走出，站到他身旁。寒溪，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。顾寒溪轻声说，那个苏青衣，现在可是一心一意信任你，你打算怎么对付他？顾寒川低声笑了笑，青衣是我们最大的助力，他的信任是我们的机会，暂时不要动他。顾寒溪皱了皱眉，可她毕竟是苏家的嫡女，只要她还在，苏府的一切终究不会是我们的。顾寒川看着远处，目光如寒星，放心，等时机成熟，他自然会乖乖让出一切。几天后，在一次家族会议上，苏景然将一份重要的产业决策交给了顾寒川。寒川，这份地契牵涉甚广，我打算让你全权负责，你可愿意？顾寒川恭敬地说，苏老爷信任我，我定当竭尽全力。会议结束后，一些家族成员私下议论，这顾寒川不过是个外来的，怎么现在比大小姐还得苏老爷的信任？另一人压低声音说，听说大小姐自己愿意让出这些事，还说寒川少爷比她更适合，真是搞不懂。庭院中，苏青衣坐在石桌旁，手里拿着一卷书。寒川哥哥，你现在越来越忙了，是不是都没时间陪我了？顾寒川笑着坐到他对面。青衣，你知道，我现在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苏府，也是为了你。苏青衣微微一怔，低声说，为了我。顾寒川点点头，你是我在这世上最重要的人，我只希望苏府能永远强盛，你能永远快乐。苏青衣的脸微微红了。寒川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顾寒川轻轻笑了笑，但眼中却闪过一丝隐藏的算计。另一边，顾寒溪正在厨房与一名仆人说话。你知道吗？最近苏老爷将好几个重要的产业都交给了寒川少爷，可大小姐似乎完全不在意。那仆人低声说，这大小姐心也太宽了些，若是我，早就该跟苏老爷争一争了。顾寒溪轻轻一笑，转身离开。回到房间后，他坐在顾寒川的书桌旁，沉声说，寒川哥哥，现在整个苏府上下都在议论你比苏青衣更像这家的主人，这对我们可是个好机会。顾寒川低头继续翻看账册，不紧不慢地说，寒溪，你要记住，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，越是得苏家上下的信任，我们的胜算就越大。顾寒溪不满地说，可那苏青衣一直这模糊着你，难保哪天不会察觉到什么。顾寒川淡淡地说，他不会，因为他爱我，而爱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弱点。苏府的夜晚，灯火通明，那院的书房里传出苏景然的低声交谈，桌上的账册堆得如山。父亲，这些产业最近的收入明显下降，您可曾察觉有什么异常？顾寒川站在一旁，语气谦逊却带着一丝担忧。苏景然眉头紧锁，翻看账册的手停了下来，的确有些不对劲，尤其是城北的那片地契，收益远不如预期。寒川，你有什么看法？顾寒川垂下头，恭敬地说，或许我们需要重新盘查管理层，也许有些人心生异动。苏景然点了点头，目光沉思，你说的有理，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，我相信你。翌日清晨，
那院传来阵阵喧哗声。鸡鸣官差闯入苏府，直奔苏景然的书房。苏老爷，接到举报，说您涉嫌勾结外邦商人进行走私，现在需要您随我们回衙门协助调查。苏景然大惊，起身怒斥：胡说！我苏某一向清白做人，怎会牵扯这种事情？官差却毫不留情：大人，证据确凿，这是地契上的明细，还有您的签名。苏景然接过文书，脸色瞬间苍白：这不可能，这不是我的笔迹。韩川，快过来看看。顾寒川走上前，假意细看了一番，低声说：老爷，这笔迹确实与您有些相似，但我相信一定是有人陷害。苏景然握紧拳头，眼中满是愤怒，一定是有人想置我于死地，我要面见知府大人，当面说清此事。厅堂中，苏青衣匆匆赶来：父亲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苏景然看着女儿，眼中闪过一丝愧疚：一儿，父亲可能要去一趟衙门，你不要担心，只是一场误会，很快就会厘清。苏青衣心中满是疑惑和不安：寒川哥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顾寒川低声安慰：青衣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查明真相，还老爷一个清白。苏青衣勉强点头，但心中的惶恐如潮水般涌上。几天后，苏府内再度传来噩耗：苏景然在衙门中突发疾病，不治身亡。消息传来的瞬间，苏青衣跌坐在地，眼中满是泪水：父亲，你怎么能丢下我？怎么能？顾寒川走上前，轻声说：青衣，你节哀，现在你需要冷静，整个苏府还需要你来掌管。苏青衣抬起头，目光空洞：寒川哥哥，我该怎么办？父亲不在了，我什么都不懂。顾寒川握住他的手，语气坚定：青衣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会帮你的，你只需要相信我。苏青衣点了点头，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然而，不到半个月，苏府的产业陆续被查封，各地的地契和资产不知去向，仆人们纷纷离开，曾经繁华一时的苏府变得一片萧条。一天夜里，苏青衣在厅堂中翻看账册，试图找出异常。他突然发现，许多重要的契约文书上都盖住顾寒川的印章。他猛地站起身，满眼震惊：寒川哥哥，这些契约是怎么回事？顾寒川从门外走进来，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：青衣，既然你发现了，那我也不再隐瞒，这些产业现在已经不属于苏家了。苏青衣瞪大眼睛：寒川哥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些是苏家的东西，你怎么能？顾寒川冷冷一笑：青衣，你真的太天真了，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我和韩熙的计划，你父亲的死也是计划的一部分。苏青衣后退一步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：不，不可能，你骗我，你一定是骗我的。顾寒川轻声说：青衣，你不必挣扎了，这世上的人最愚蠢的就是相信感情，而你正是因为对我的信任，才让我们一步步夺走了苏府的一切。苏青衣跌坐在地，泪流满面：寒川哥哥，我对你如此信任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顾寒川低下头，语气冰冷：因为你的信任，对我来说一文不值。夜深，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床上，苏青衣猛然从梦中惊醒，额上满是冷汗，她喘着粗气，看着周围熟悉的陈设，手轻轻触碰到身下的被褥，这是她熟悉的闺房。她的眼神逐渐清明，自己明明已经死了，怎么会？她快速爬下床，
走到铜镜前，看着镜中那张年轻稚嫩的脸，他捂住嘴巴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。重生了，老天爷竟然让我重活一世。苏青衣紧握拳头，眼中闪过坚定的光芒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顾寒川，顾寒溪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清晨，苏青衣整理好衣裳，走到庭院中，侍女小何快步迎上来。小姐，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苏青衣微微一笑。小何，今天有件重要的事要做，你帮我准备一份点心。我要去偏院找寒川哥哥。小何惊讶地问。小姐，您昨天不是才说不想去打扰少爷的吗？苏青衣轻声说。今日我有些话想与他聊聊，你快去准备吧。偏院内，顾寒川正在庭中练字，阳光洒在他的身上，显得格外清俊。苏青衣走进院子。寒川哥哥，你这么早就开始忙了？顾寒川抬头，露出一丝温和的笑容。青衣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今天要学琴吗？苏青衣走近他，低头看了一眼他的字。寒川哥哥的字越来越好了，看来父亲教得很好。顾寒川笑着放下笔。青衣，你今天怎么突然来看我？是不是有什么事？苏青衣轻轻摇头。寒川哥哥，我只是想和你聊聊。你觉得，如果有一天你能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你会做什么？顾寒川微微一怔，目光有些复杂。青衣，魏石魔突然问这个。苏青衣抬起头，目光直视他，只是想知道寒川哥哥心中的抱负。顾寒川沉默片刻，低声说，我只希望寒溪和我能有一个安稳的家，不再受人欺负。苏青衣点点头，轻声说，寒川哥哥的愿望很好，但有时候，我们要为自己争取一些东西，而不是只被动接受。顾寒川看着他，眼中闪过一丝探究。青衣，你今天似乎有些不同。苏青衣微微一笑，寒川哥哥多想了，只是最近读了一些书，有些感悟罢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苏青衣开始频繁接触苏府的产业运作，他以学习的名义向父亲请教，并暗中记录每一笔交易和资产的去向。他也开始暗中观察顾寒川与顾寒溪的一举一动。一次，他在父亲的书房中发现了一份顾寒川亲自处理的地契，地契上的笔记与前世那些假冒的签名经人地相似。他的心猛地一沉，果然是他。寒川哥哥，你的野心真的比我想的还要大。苏青衣轻轻合上地契，眼中满是冷意。夜晚，苏青衣约顾寒川在后院的花亭见面。寒川哥哥，最近父亲说你做事越来越得心应手，你真的很厉害。顾寒川低声说。青衣，这都是苏老爷教的好，我不过是尽力而为。苏青衣轻轻笑了笑。寒川哥哥，如果有一天你可以自己做主，你会怎么对待这些产业？顾寒川看着他，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。青衣，我怎么会有机会做主？这些都是属于你和苏家的。苏青衣低下头，轻声说，但我相信，如果寒川哥哥掌管这些，一定会做得比我好。顾寒川的目光微微一变。青衣，你真的这么想？苏青衣抬起头，目光清澈。当然，寒川哥哥是我最信任的人。那一夜，顾寒川站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手指轻轻摩挲着一卷账册，他的嘴角勾起一丝冷笑。青衣，你真的很相信我，可惜，你不知道，你的信任将成为我最大的武器。而苏青衣站在房间的窗前，看着窗外的月光，他轻声说，寒川哥哥，你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愚蠢的苏青衣吗？这一世，我一定会先下手为强。清晨，
苏青衣坐在庭院的石桌旁，手中翻阅着一卷家族产业的地契，目光冷静而专注。小何端着茶走过来，小姐，这么早就开始忙了，要不要先用些茶点？苏青衣抬起头，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。小贺，我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这些产业的情况我必须熟悉。小何担忧地说，小姐，您最近太辛苦了，要不让顾少爷帮帮忙吧？苏青衣目光微微一闪，轻声说，不用了，韩川哥哥最近也很忙，这些事我可以自己处理。厅堂内，苏景然坐在主位上，手中捧着一本厚重的账册。韩川，这份地契的问题你有什么看法？顾寒川恭敬地站在一旁，低声说，老爷，这块地的位置偏僻，但若能重新规划开发，应该可以带来不错的收益。苏景然点点头，看向一旁的苏青衣，一儿，你的意见呢？苏青衣走上前，指着账册中的一处，父亲，这片地虽然表面看起来有潜力，但周围交通不便，若要开发成本过高，而且根据我查到的记录，这片地曾因水患问题被废弃过，恐怕得不偿失。苏景然眉头微皱，寒川，你可查过这片地的水患记录？顾寒川微微一怔，低声说，老爷，我之前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是我考虑不周。苏景然轻轻叹了口气，寒川，你做事一向细致，但这次的确疏忽了，日后在处理产业时要更加谨慎。顾寒川低头应是，但目光深处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冷意。苏青衣站在一旁，看着顾寒川，唇角微微勾起，心中暗想，寒川哥哥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得逞。数日后，苏青衣悄悄约见陆贞，一位曾在江湖上颇有名气的医者，也是他前世无意中救下的一位隐士。如今的他隐居山林，生活低调，但苏青衣知道，他的才华绝不仅限于医术。山林间，陆贞坐在石凳上，手中拿着一盏温茶，目光平静地看住眼前的苏青衣。苏小姐，你突然找我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苏青衣微微一笑，陆先生，我知道您隐居多年，不愿再插手世事，但这次我真的需要您的帮助。陆贞挑了挑眉，你需要我的帮助，是关于什么事？苏青衣直视他的双眼，目光中满是坚定。我要保住苏家，更要让那些想夺走我家产的人付出代价。陆贞轻轻放下茶盏，语气带着几分疑问。苏小姐，你的苏家已是天下首富，还有谁敢动你们的家业？苏青衣低声说，一个我曾经无比信任的人，但他背叛了我，现在正一步步将手伸向苏家的核心。陆贞沉思片刻，若有所思地说，苏小姐，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苏青衣语气坚定，我需要一位能帮助我分析局势的人，更需要有人替我处理一些暗中的事情。陆贞看着他，目光中闪过一丝赞赏。苏小姐，你的勇气和智慧让我刮目相看，既然如此，我就答应你。但你要记住，江湖险恶，有些事一旦开始，就再也回不了头。苏青衣轻轻点头，目光坚毅。陆先生，我早已下定决心，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毁掉我的家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苏青衣与陆贞秘密往来，他利用前世的记忆，逐渐挖出顾寒川与顾寒溪暗中勾结的蛛丝马迹。同时，他悄悄调整苏府的产业布局，将一些核心资产转移到自己的名下，并以父亲的名义对顾寒川的权限进行限制。一天夜里，顾寒川站在自己的房间里，翻看着桌上的账册，他的眉头紧皱。青衣最近的举动越来越让人看不透，
他是真的在学习，还是……他沉思片刻，眼中闪过一抹冷意。青衣，你最好别妨碍我，否则连你也不会有好下场。而此时，苏青衣站在书房的窗前，看着夜色中的庭院，她轻声说：“寒川哥哥，这一次，你的每一步，我都会看得一清二楚。你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操控一切。这场博弈才刚刚开始。”夜晚，苏府的偏院静悄悄的。顾寒溪站在庭院的树下，低声对身旁的侍女说：“这次的事务千万不能出差错，只要那批货出了问题，苏青衣在父亲面前的信任就会彻底崩塌。”侍女轻声应道：“小姐放心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。”顾寒溪点点头，脸上露出一抹冷笑：“青衣姐姐，这次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自处。”次日清晨，苏青衣坐在书房内，翻看着一份地契明细。忽然，小何匆匆跑进来：“小姐，外面的商人来报，说我们的货物出了问题。”苏青衣微微抬头，脸上没有一丝慌乱。她放下手中的账册，淡淡的说：“是吗？他们说具体出了什么问题？”小何急道：“他们说货物中掺杂了劣质的材料，已经有人在闹事。”苏青衣轻轻一笑：“寒川哥哥和寒溪妹妹应该也在处理这件事吧？你去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先稳住商人，我稍后过去。”小贺应声离去，而苏青衣的目光却变得冰冷，心中默念：“顾寒溪，你的手脚还真是不干净。”厅堂内，顾寒溪正在和一群商人交涉，他一脸柔弱的笑容，声音轻柔地说：“诸位请稍安勿躁，我们苏府一向诚信经营，这次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”商人中有人冷哼一声：“苏小姐，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了，我们也希望这次的损失有人承担。”顾寒溪还欲再说，却见苏青衣从门外缓缓走进，她目光如炬，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“青衣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顾寒溪上前一步，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安。苏青衣淡淡一笑：“寒溪妹妹，这可是苏府的大事，我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”他转向商人们：“各位放心，这次的问题我们一定会查清楚。如果真是我们的责任，苏府绝不会推卸。”说着，他看向一旁的管家：“管家，带人去检查所有的货物，还有，把最近所有进货的记录调出来，我要亲自过目。”管家低头应是，迅速带人去办。顾寒溪的脸色微微一变：“青衣姐姐，你这么大动作，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苏府不稳？”苏青衣看着他，眼神如刀：“寒溪妹妹，与其担心我们的形象，不如先把真相弄清楚，否则才是真的不稳。”夜晚，苏青衣坐在书房，桌上摊着一份详细的记录。小何小声说：“小姐，那批货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，果然是有人动了手脚。”苏青衣轻轻点头，看着记录上顾寒溪暗中安排的线索，心中冷笑：“寒溪妹妹，你终于忍不住出手了。”她放下记录，低声说：“小贺，去把管家叫来，就说我要亲自安排明天的处置。”翌日，在所有商人的面前，苏青衣当众展示了那批货的检查结果。她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这次的问题已经查明，是我们内部有人收了外人的银两，偷偷掺杂劣质材料，苏府上下绝不姑息。”商人们纷纷点头称赞苏青衣的果断。顾寒溪站在人群中，脸色渐渐苍白。苏青衣的目光扫向他，但脸上依旧挂着淡淡的笑容：“寒溪妹妹，这次的事可真让我们尝了教训，你以后做事一定要更小心，不要再被别人利用了。”顾寒溪强挤出一丝笑容：“
低声说。青衣姐姐教训的是。夜深，顾寒溪坐在房中，握着茶盏的手微微颤抖。寒川哥哥，苏青衣最近变得太可怕了，她好像什么都知道。顾寒川站在窗边，目光冷冽。青衣变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输了。寒溪，你记住，现在我们更不能露出破绽，他的每一步都只是他的试探，我们只要稳住，就还有胜算。顾寒溪点点头，但心中的不安却怎么也无法驱散。书房内，苏青衣坐在烛光下，手中把玩着一支玉簪，嘴角带着一抹冷笑。寒溪妹妹，你的手段还是太拙劣了些。这场游戏我才刚刚开始，你们准备好迎接我的反击了吗？清晨，苏府的书房中，苏青衣坐在主位上，手中翻阅着一份详细的产业报告。旁边的管家恭敬地站住。小姐，最近城南的布庄收益大幅下降，似乎是因为新来的竞争者压低了价格。苏青衣轻轻点头，把报告放在桌上。我们的布庄在品质上一直有优势，但如果价格被压得太低，恐怕会影响到其他产业的链条。管家，你去查查那家新来的布庄背后是什么人，顺便通知布庄的掌柜，让他准备一批高端布料，集中在富人区推广，价格不降反升。管家愣了一下。小姐，价格升高，怕是会流失更多顾客。苏青衣淡淡一笑，正因为对方在打价格战，我们才更要突出自己的独特性。品质和稀有性才是富人真正追求的，我们的客户不是那些在意价格的人。管家恍然大悟。小姐英明，我这就去办。同一天的午后，苏青衣正准备前往城内视察，大厅中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唐锦瑜。他身穿一袭青衣，面容俊秀，举止从容。苏小姐，多年不见，你可还记得我？苏青衣微微一怔，随即笑了笑。唐公子，多年不见，今日来访，是有什么要事吗？唐锦瑜轻轻一笑，此次来苏府，是为了报答苏小姐当年的恩情，同时也有些事情想与苏小姐商量。苏青衣挑了挑眉，请公子入内详谈。在厅中，唐锦瑜将一卷地图摊开在桌上。苏小姐，这是我最近从江南带回的消息。顾寒川似乎在暗中筹划一批货物，这批货的去向不明，但我怀疑与苏府近期的收益问题有关。苏青衣仔细看着地图，目光冷静。唐公子，你的消息从何而来？唐锦瑜笑了笑，江湖中人自有江湖的渠道，这批货的路线很特别。顾寒川似乎不想让人察觉他的动向。苏青衣沉思片刻，抬头看向他。唐公子此番来帮我，应该不仅仅是为了报恩吧？唐锦瑜的目光变得深邃。苏小姐果然聪明，我此番来，确实另有目的。顾寒川与我唐家素来不和，他曾在江南抢夺过我们的生意，此次如果能与苏小姐联手，我希望能共同对抗顾寒川。苏青衣微微一笑，唐公子的提议听起来很诱人，但联手合作，我需要看到公子足够的诚意。唐锦瑜点头，我明白，这是我带来的一些消息和证据。公子拿出一叠信件放在桌上，苏青衣接过，仔细翻阅，嘴角露出一抹冷笑。寒川哥哥，看来你的计划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天衣无缝。夜晚，苏青衣坐在书房，将唐锦瑜带来的证据与自己的记录一一对照。小贺轻声进来，小姐，唐公子已经在客房歇息，需要吩咐什么吗？苏青衣摆摆手，不用了，你下去吧。小贺退下后，苏青衣轻轻敲着桌面，目光中闪过一丝寒意。顾寒川，你的每一步棋，
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。这一次，不会再给你任何可趁之机。几日后，苏青衣与唐锦瑜秘密前往城南，他们站在一处偏僻的仓库外。唐锦瑜低声说：“这就是那批货的中转站，但现在里面的人数不明，我们需要小心行事。”苏青衣轻声说：“不必担心，我已经安排了一队人手埋伏在附近，他们只要一动手，我们就可以收网。”唐锦瑜目光中闪过一丝赞赏。苏小姐果然心思缜密。仓库内，几名工人正在搬运货物。突然，门外响起一声哨响，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官兵冲进仓库，将里面的人一一制服。唐锦瑜站在门口，看着这一切，转头对苏青衣说：“苏小姐，这次的行动可算是大获全胜。”苏青衣微微一笑：“这只是开始。寒川哥哥，你的棋局已经被我一点一点的拆解，你还能走到哪一步呢？”夜晚，顾寒川坐在书房，桌上摆着一份产业报告，他的眉头深锁，眼神透着疲惫和不安。寒溪，最近的收益下降得太快，是不是有人在中间动了手脚？顾寒溪站在一旁，语气低柔：“寒川哥哥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。”顾寒川微微抬头，目光带着几分怀疑：“寒溪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”顾寒溪的脸色一变，他低下头，声音微微发颤：“寒川哥哥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一直都是站在你这边的。”顾寒川目光深沉，语气变得冷淡：“我希望你记住，我们只有彼此。如果你有什么私心，后果你应该明白。”顾寒溪的手轻轻握紧，却仍旧低声说：“寒川哥哥，我绝不会背叛你。”翌日清晨，苏青衣站在庭院中，看着从顾寒川书房方向走来的顾寒溪。“寒溪妹妹，怎么这么早就来这里？”顾寒溪挤出一抹笑容：“青衣姐姐，我只是过来看看你有没有需要帮忙的。”苏青衣微微一笑，目光中带着一丝试探：“寒溪妹妹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些累了？看你气色似乎不太好。”顾寒溪轻轻摇头：“青衣姐姐，没什么，可能是最近事务有点多。”苏青衣拉着她的手，语气关切：“寒溪妹妹，有什么事情可不要一个人扛着，你还有我。”顾寒溪的眼神闪过一丝犹豫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“谢谢青衣姐姐的关心。”几天后，苏青衣将一封信交给了小何：“这封信你悄悄送到顾寒川的书房，记住，不要让任何人发现。”小何点点头，拿着信迅速离去。信件内容是顾寒溪与一名商人私下交易的证据，但字迹却被精心模仿成顾寒溪的手笔。夜晚，顾寒川坐在书房，翻看着那封信，他的脸色越来越冷。“寒溪，你竟然瞒着我做这些事！”他将信件摔在桌上，目光中满是怒火。很快，他叫来了顾寒溪：“寒溪，你解释一下这封信是怎么回事？”顾寒溪接过信件，脸色瞬间煞白：“寒川哥哥，这不是我的字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我。”顾寒川冷冷地看着他：“陷害？这么重要的事情你竟然毫不知情？如果你真的没有做过，这些证据又是从哪里来的？”顾寒溪急得眼泪直流：“寒川哥哥，我真的没有做，你要相信我。”顾寒川却只是冷笑一声：“寒溪，你从小跟着我，我原以为你最值得信任，但现在看来，你也有自己的算盘。”顾寒溪跪在地上，声音颤抖：“寒川哥哥，求求你相信我，我没有背叛你。”另一边，苏青衣站在窗边，远远看着顾寒川的书房灯光，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：“
韩熙妹妹，你太急于求成，这一次，你恐怕很难再赢得韩川哥哥的信任了。数日后，顾韩熙发现自己在顾寒川面前的地位越来越低，他的提议经常被否决，甚至一些他负责的事务也被顾寒川亲自接手。寒川哥哥，你是不是还在怀疑我？顾寒川看着他，语气平淡却带着冷意。韩熙，我只是觉得你最近的判断有些失准，所以才会接手。顾寒熙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。寒川哥哥，你真的不信我了吗？顾寒川没有回答，只是低头继续处理账册。一天夜里，顾寒熙偷偷与一名商人见面，他低声说，现在顾寒川已经不再信任我，我们必须另谋出路。商人犹豫了一下，但很快点头，好的，小姐，一切听您的吩咐。他们的对话被一名暗中潜伏的护卫听得一清二楚。这名护卫是苏青衣安插的眼线，很快将消息回报给了苏青衣。苏青衣坐在书房，听完护卫的汇报后轻轻一笑，寒熙妹妹，你终于忍不住了，但这一次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。不久后，顾寒川收到了一份关于顾寒熙与商人暗中勾结的详尽证据。他看着这些证据，脸色彻底冷了下来。寒熙，你果然背叛了我。顾寒熙被叫到书房，他看着桌上那些证据，浑身发颤。寒川哥哥，这些东西全是假的，是有人陷害我。顾寒川的目光冰冷。寒熙，到这个时候，你还想狡辩吗？你可知道，我原本最信任的就是你。顾寒熙的眼泪流了下来，但他发现无论他怎么解释，顾寒川的态度已经无法挽回。夜深，苏青衣站在庭院中，看住远处顾寒川的书房，他轻声说，顾寒川，顾寒熙，你们兄妹之间的裂痕终于无法弥补，接下来就轮到我收网了。苏府的大厅内灯火通明，家族会议如期召开。苏青衣坐在主位一侧，面色平静，他的身旁摆着几份厚厚的文书。苏家的长辈们纷纷到场，而顾寒川也出现在人群中，面带笑意。青衣，这次召开家族会议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苏青衣抬眼看向顾寒川，语气不急不缓，确实有些事需要向各位长辈交代，也是为了苏家的未来。一名长辈开口，一儿，你身为苏家的嫡女，有什么话尽管说，我们一定支持你。苏青衣微微一笑，目光转向顾寒川，寒川哥哥，这段时间以来，你在苏家的产业上做了不少事，我今天特意准备了一些资料，想让大家看看。顾寒川眉头微微一皱，但随即笑道，青衣，你太客气了，这些事都是老爷交代的，我只是尽力而为。苏青衣轻轻拍了拍桌上的文书，她的声音带着几分清冷，各位长辈，请看这些地契和账册，这里面记载了一些最近的交易记录。他顿了读，特别是一些产业的转让。几位长辈接过文书翻看，脸色渐渐变得难看。其中一人沉声说，这些产业的转让竟然都不是经过家族会议的同意，而且签名竟然用的是老爷的名义。另一人惊呼，这些印章是假造的，这些资产早已被转到外人名下。顾寒川的脸色微微变化，但他很快镇定下来。青衣，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在怀疑我吗？苏青衣直视顾寒川，目光如刀。寒川哥哥，这些假造的签名和印章，与你平日处理的文书笔记如出一辙，你难道不该解释一下吗？顾寒川冷笑一声，青衣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这些东西你从哪里来的？又如何能证明与我有关？苏青衣轻轻鼓掌，
厅内一阵脚步声响起，几名护卫押着一名管事走进来。管事跪在地上，全身颤抖。他指住顾寒川，大声说：“老爷，这一切都是顾少爷指使我的。那些产业的转让，全是他命令我们办的。”顾寒川脸色大变，厉声喝道：“胡说！你是谁指使来污蔑我的？”管事咬牙说：“少爷，我不想背这个黑锅。所有的文书和指令，都是你一手交代的。我们手上都有你的笔迹为证。”苏青衣看着顾寒川：“寒川哥哥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大厅内的长辈们纷纷议论，原来是顾寒川在暗中操纵，难怪最近苏家的产业出了这么多问题。这种人怎么能留在苏府？顾寒川强压着怒气，试图稳住局面。各位长辈，你们不要听一面之词，这些话完全是污蔑。苏青衣冷笑：“寒川哥哥，若是污蔑，那这些信件和账册上的笔记，你能否解释一下？”他将几封信交给长辈们，这是顾寒川与外人私下交易的信件，内容记载了如何逐步侵吞苏家的资产。大厅内一片哗然，顾寒川脸上的冷静彻底崩溃。他瞪着苏青衣，咬牙说：“你早就设下了圈套。”苏青衣淡淡的说：“寒川哥哥，这一切不过是你自己铺下的路，我只是如实揭露。”家族长辈们纷纷拍案而起：“顾寒川，你竟然恩将仇报，你还有何脸面留在苏府？”会议结束后，顾寒川试图联络顾寒溪，但顾寒溪却在此时下落不明，他手下的一部分人马也悄然离去。顾寒川站在自己的房间内，看着窗外的黑夜，他的手紧紧握成拳：“青衣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绝不会让你如愿。”7天后，苏青衣开始着手整顿苏府的产业，他调整资源，将核心产业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同时剔除顾寒川安插的人手。他站在厅堂内，对着家族上下的管事们说：“苏府的荣耀不能被任何人玷污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以诚信为本，重振苏家的威名。”所有人异口同声：“大小姐说得对，我们一定全力支持。”夜深，苏青衣坐在书房内，翻看着重新整理的账册，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坚毅：“寒川哥哥，这次你输了，而且是彻底的输。这场游戏，我将是最终的赢家。”苏府的大厅内灯火通明，家族会议正在进行。苏青衣坐在主位，目光冷静，桌上摆着整理好的账册和文书。“各位长辈，经过这段时间的整顿，我们苏府的产业已经恢复稳定，这是最新的收益报告，请各位过目。”他将文书递给几位长辈，长辈们翻阅后纷纷点头：“大小姐，这次能重新振兴苏府，全是你的功劳。”苏青衣微微一笑：“这是我的本分，只是我们还有一个隐患需要彻底解决。”他顿了读，目光转向一旁的护卫：“带人上来。”几名护卫押着顾寒川与顾寒溪走进大厅。顾寒川的脸色苍白，但眼中依旧带着几分倔强。“寒川哥哥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苏青衣语气冷淡。顾寒川冷笑：“苏青衣，你想证明什么？这一切不过是你的阴谋，你利用了所有人。”苏青衣淡淡一笑：“寒川哥哥，若说阴谋，你才是始作俑者。这些年来，你一步步蚕食苏家的资产，利用我的信任设下圈套。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，但终究还是败在了自己的贪婪上。”顾寒溪跪在地上，声音颤抖：“青衣姐姐，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们。”苏青衣低头看着他：“寒溪妹妹，当初我视你如亲妹妹，你却步步设局，害我家破人亡。现在跪下求情，
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？顾寒川抬头怒视苏青衣。苏青衣，你终究会后悔，你的冷酷无情会让你一无所有。苏青衣的目光冰冷。寒川哥哥，人若不懂知足，才会真的一无所有。护卫，将他们带下去，交由官府处置。护卫应声，拖着顾寒川和顾寒溪离开。顾寒川在被带走时，还在大声喊着：苏青衣，你早晚会后悔。几天后，苏青衣与苏景然坐在书房内。父亲，这次家族的危机已经解除，但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努力来稳固苏家的地位。苏景然看着女儿，眼中满是欣慰。依儿，这次多亏你的机智和坚韧，父亲真是越来越觉得你长大了。苏青衣微微一笑。父亲，这是我们苏家应有的责任，我只是尽力而为。苏景然点头。现在产业已经恢复正常，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考虑扩展新的市场。1个月后，苏府的产业在苏青衣的管理下蒸蒸日上，家族的威名再次传遍城内。厅堂中，苏府的管事们正在向苏青衣汇报情况。大小姐，这是最新的收益报告，本月的收益比上月增长了2成，还有几位新的合作商也表示希望长期合作。苏青衣满意的点头。很好，继续保持这样的进步。管事们纷纷点头。大小姐的能力让我们心服口服，苏家能有今天，全靠大小姐的领导。夜晚，苏青衣站在庭院中，看着满天星辰。小贺端着一盏茶走过来。小姐，现在一切都稳定下来了，你是不是该好好休息一下了？苏青衣接过茶，目光柔和。小贺，过去的事情虽然结束了，但未来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，我不能有丝毫懈怠。小何低声说。小姐，你为苏家付出了这么多，老爷一定会以你为荣。苏青衣轻轻一笑。父亲是我最大的支柱，只要苏家能一直兴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远处，陆贞站在阴影中，静静地看着苏青衣的背影，他的目光中带着些许复杂的情感，轻声自语：青衣，你真的不再需要任何人了吗？随即他转身离去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这一夜，苏青衣站在庭院中，看着夜空中皎洁的月光，他的目光深邃而坚定。这一世，他终于守住了属于苏家的荣耀，也为自己赢得了一片新天地。清晨，苏府的庭院中，阳光洒满整片花树。苏青衣坐在石桌旁，手中翻看一本书卷。小何端着茶走过来。小姐，这是刚煮好的花茶，你要不要试试？苏青衣抬头，笑意柔和。放在这里吧，今天的阳光真好，让人觉得一切都轻松了许多。小何站在一旁，微微一笑。小姐，现在苏府的一切都稳定下来了，你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自己的事情了？苏青衣微微皱眉。我的事情？小何凑近一些，压低声音。比如说婚事。小姐这么好，不知多少世家公子都在打听您的消息。苏青衣轻笑一声。小贺，这件事你就不用多嘴了，我现在只想好好过我的日子。一天傍晚，苏青衣在书房内处理一些产业上的事务，忽然听到外面传来轻微的敲门声。她抬头，请进。门被推开，陆贞走了进来，一身简单的青衫，显得从容而淡然。青衣，最近一切还好吗？苏青衣放下笔，微微一笑。陆先生怎么突然来了？可是有什么事吗？陆贞轻轻坐下。没有特别的事，只是路过，想来看看你，顺便聊聊。苏青衣点点头，语气温和。那先生今天想聊些什么？陆贞低头沉思片刻，
然后抬头看向他。青衣，你现在的生活是否如你所愿？苏青衣看着他，目光中带着一丝疑问。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陆贞语气平静。你经历了这么多，放下过去的恩怨，开始追求新的生活，但你真的快乐吗？苏青衣轻轻一笑。陆先生，人生哪有十全十美的快乐？能够守住苏家，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安慰。其他的，随遇而安便好。陆贞看着他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。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幸福，你应该为自己争取，不只是家族的责任，也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快乐。苏青衣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笑。陆先生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现在的我更享受这种简单而平静的生活。陆贞低声说。青衣，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一个人陪伴，不管是什么身份，我都会站在你身边。苏青衣的目光微微一动，但她很快恢复平静。陆先生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这一世，我更想靠我自己走下去。陆贞看着他，轻轻点头。我明白，但我的承诺依然有效。不管何时，你只需一句话，我便会在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苏青衣开始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和探索上。他不再一味忙于家族产业，而是开始学习绘画和音律。他还时常骑马外出，感受自由的风。一天，他独自一人来到城外的山林间，风吹过树梢，阳光斑驳。他坐在溪边的一块大石上，静静地看着流水。青衣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。他回头，看到唐锦瑜站在不远处，一身简单的装束，带着几分随意。唐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唐锦瑜走近一些，笑着说，听说你最近喜欢到城外走走，所以特意来找你。苏青衣微微一笑，唐公子有心了，但你来这里，应该不仅仅是为了找我吧？唐锦瑜轻声说，你说得对，我来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苏青衣侧过身，看着他，请说。唐锦瑜认真地看着他。青衣，如果我说，我想娶你，你愿意吗？苏青衣愣住了，片刻后，他轻轻摇头。唐公子，你是一位很好的人，但我现在还不想考虑婚事。唐锦瑜眼中闪过一丝失望，但很快笑了笑。我明白，不过我的心意不会改变。如果有一天你改变主意，我依然愿意等你。苏青衣看着他，目光柔和。谢谢你的诚意，但我希望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夜晚，苏青衣站在庭院中，看着满天星辰，他的目光中带着一丝清澈和坚定。这一世，他终于摆脱了过去的阴霾，也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平静。未来虽然未知，但他知道，自己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切挑战。